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变化好大，程毅演妖女，言行举止惊呆观众。莲花楼这部剧呢，是程毅、曾舜晞、萧舜尧他们几个主演的，背景是江湖上的恩恩怨怨，演出来的剧情那叫一个惊心动魄。故事是从四顾门的门主李香怡跟金渊盟盟主狄飞升在东海的那次决斗开始的。这决斗在江湖上原本该是件特轰动的大事，可就因为一场阴谋变得不正常了。李香怡中了毒，这一出人意料的变故对她还有整个江湖的命运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呢。过了好多年，李香怡换了个的新身份又回到江湖里了。命运就是这么巧，他又碰上狄飞升了。狄飞升以前可是他的对手呢，现在倒成他的好朋友了。这俩人互动起来特别有默契，一起经历了好多危机重重的冒险呢，还共同打造出了一段让人忘不了的江湖传奇故事。莲花楼的主线故事或许更倾向男性视角，可剧里的女性角色也特别有魅力，给整部剧增色不少呢。这里面最让人瞩目的反派角色角力桥是王鹤润演的。角力桥一出现，就像一道闪电似的，一下子把整个荧屏都给点亮了。他为爱变得痴狂的样子特别吸引眼球。在剧里呢，他搅起了一场腥风血雨，而且他那精湛的演技和超强的气场，把观众迷得不要不要的。他不管是眼神还是动作，处处都透着戏剧的张力，把这个复杂的角色演得特别到位。总的来讲，王鹤润在这整部剧里的表现那可真是个大亮点。他把角力桥的疯狂、执着还有魅惑都表现得特别到位，观众看的时候又惊叹又被这个反派角色的魅力给折服了。在莲花楼里，王鹤润把角色的反差演得特别大，这就说明他演技超棒，也让这部剧有了更多吸引人的地方。莲花楼里的每个女性角色都特招人眼球，都给剧情添了独一份的魅力。就说陈都灵演的乔婉冕吧，她可是李香怡心里的白月光呢，这个角色惹了不少争议。乍一看呢，乔婉冕像是个挺矛盾的人。她写了分手信，可多年后一听到李香怡的消息，就难受的不行。不过呀，要是仔细琢磨这个角色，就能体会到乔婉冕心里那种挣扎劲儿了。乔婉冕和李香怡相恋好多年了，他俩的感情在江湖上那可是一段佳话。但是呢，乔婉冕想要的是那种安安稳稳、平平淡淡的日子，他可不想过李香怡那种为了四顾门还有江湖上的事儿到处奔波、冒险的生活。他自己有心脏病，经不住长时间的精神压力，这种矛盾把他拖进了痛苦的泥沼，最后就写了那封分手信。可悲剧的是，他写分手信的时候，正好赶上李香怡中毒了。就因为这个，乔婉冕这么多年心里一直满是内疚和痛苦。当他又见到李香怡现在叫李莲花了的时候，心里那复杂的感觉让他都快控制不住自己了。陈都灵把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演得特别好，很成功地塑造出一个让人心疼的白月光形象。除了乔婉冕之外，别的女性角色也相当出彩。玉红烛呢，那高冷威严的模样，把一城之主的气势给展现得明明白白的。玉秋霜虽说在案件里是个受害者，可她惊慌失措逃亡的样子，真叫人看了忍不住心生怜惜。陈意涵演的苏小雍那叫一个清纯又灵动，让剧情多了股子青春味儿。她这个角色戏份虽然少，可每一场戏都能给观众留下老深的印象了。不过呢，王鹤润演的角力桥那可真是最抓人眼球的了。这个角色一出来，观众都惊着了。她是个爱一个人爱到发狂的女人，特别爱狄飞升，可狄飞升对她一点回应都没有。狄飞升有难，他的帮
就说李香怡和狄飞升约战的那个晚上吧，他在背地里使坏，结果李香怡就中毒了。再后来呢，他一心想帮狄飞升保住帮派，那可真是不择手段啊，在江湖上弄得是腥风血雨的。角力桥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女魔头，做事特别冲动，手段还很极端，练的术法也透着股邪气。她可会利用自己的美貌了，能让江湖上的男人们为她赴汤蹈火呢。王鹤润演的可太棒了，把这个角色的疯狂和魅惑都表现得透透的，不管是眼神还是动作，那戏剧张力满满的。观众看的时候又惊叹又忍不住被这个反派角色的魅力给折服了。王鹤润1994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2014年他踏入娱乐圈，靠着超棒的演技得到了观众的喜爱。有几位很厉害的演艺人，在《良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和《如懿传》这2部剧里都有出演呢。虽说他们演的角色戏份没多少，可他们的演技潜力那是展现的满满当当的。在《扶摇》这部剧里，王鹤润把反派佛莲演得特别成功。佛莲这个人啊，为了权势和利益啥事都干得出来。就通过这次表演，观众发现他还挺有塑造复杂人物的本事呢。不过呢，真正让王鹤润被大众熟知的呀，是他演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华兰这个角色。盛家最小的女儿是华兰，可她特别成熟又很有智慧。王鹤润把华兰演的气质特别稳重大方，不管是求母亲好好对待明兰的时候，还是为妹妹的婚事操心的时候，都能看出她温婉贤淑的那一面。他把人物刻画的那叫一个入木三分啊，一下子就让人记住了这个清秀又端庄的古装大美人。可谁能想得到呢？在《莲花楼》里，王鹤润的演技居然有这么让人吃惊的转变，从温柔娴静的华兰变成疯狂的角力桥，这么大的反差，对演技的要求可太高了。王鹤润要演角力桥这个角色，那可是个特别大的挑战，真让人意想不到。王鹤润演的可太棒了，这个角色被他驾驭得稳稳当当。他在台上那表现简直惊艳了所有人，把角力桥的疯狂、执着还有魅惑都给展现得不能再好了。那双眼睛邪魅得很，眼神让人没法抵抗，气质又狂野又魅惑，把观众惊得不行。王鹤润给角色做的造型设计可让角色变得更出彩了。角力桥这个角色的造型不像传统反派老是用纯黑色调，而是大胆的用了红色元素呢。王鹤润画上一身大红浓妆的妆面，乍一看可能有点土，可经他一演啊，就意外的特别惊艳。他往那一站，气场超强，就跟真的是魔教里的绝世女子似的。王鹤润在成长过程中角色塑造的转变，主要表现在2个地方。一方面是演技见长了，另一方面是对角色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诠释。在新戏里，他成功塑造出一个角色，这角色让人又怕又爱，这种复杂的人物魅力正是现在观众所盼着的呢。角力桥是个反派，可他的感情特别复杂，不能就这么简单的把他划到好或者坏那类里去。王鹤润演角力桥的时候，把自己当演员的那股子潜力和多面性全给展现出来了。我觉着啊，就这次演得这么棒，肯定会变成他演艺路上的一个特重要的转折点呢。以后啊，肯定能有更多超棒的角色和机会找上他。莲花楼能成功，是因为剧情特别扣人心弦，而且演员和角色融合的超完美。程毅演李香怡李莲花这个角色演得可好了，把从四顾门门主变成江湖游侠的那种感觉都演出来了。他把李香怡正义、勇敢以及身处逆境坚定不移的精神展现的那叫一个淋漓尽致。曾舜晞演的狄飞升呢，将这个痴迷武学、性格执着的角色诠释得特别完美。这部武侠探案剧能有个好底子，全靠2位男主角演技精湛。不过呢，
这部剧最让人眼前一亮的，还的是那些女性角色的精彩表演。就像陈都灵演的乔婉冕，把这个角色心里头的矛盾和挣扎都展现的那叫一个绝。她的眼神里满满都是对过去的眷恋和对当下的无奈，这让人们特别能感同身受。陈都灵很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形象，给剧情加了不少感情分。陈意涵演的苏小雍是个新人演员，不过在剧里演得可棒了。她那清纯又灵动的模样，再加上自然的表情，给剧情添了不少青春的味道呢。陈意涵和李莲花之间的感情纠葛还没理清呢，不过她演得特别棒，观众都特别期待这个角色了。像玉红烛、玉秋霜之类的配角，戏份没多少，可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呢。玉红烛那高冷威严的模样，把一城当家人的气场给展现出来了。玉秋霜呢，在很短的镜头里也表现出了角色的脆弱无助。莲花楼里这些角色塑造得很成功，所以江湖世界变得丰富多彩。王鹤润在剧里可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他演的角力桥这个反派呢，可不是那种简单贴上标签的人物，而是个有血有肉，有着自己执着想法的复杂角色。王鹤润演技超棒，把角色心里头的疯狂、执着还有脆弱都展现得特别完美。他不管是眼神还是动作，到处都透着角色的灵魂，观众看了就忍不住被吸引住。角力桥的造型设计相当出彩呢。王鹤润用红色眼妆把这个角色的邪气和魅惑给表现出来了。这眼妆啊，一般情况下可能会显得特浮夸，不过经他这么一演，就刚刚好。演员大胆的设计和王鹤润精湛的演技完美融合，成功塑造出了一个让人难忘的形象。莲花楼里的每个演员和角色都融合得特别好，这种默契呢，既让剧集的质量往上提了，也给观众带来了那种能沉浸其中的观剧感受。特别是王鹤润演得特别出彩，有了很大的突破，这可给这部剧添了不少亮点呢。观众看了就对剧情发展特期待。莲花楼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很宝贵的启发。首先呢，这部剧又一次表明了好剧本加上优秀的演员，这可是制作出精品剧集的关键因素。这部剧很厉害，把武侠探案的元素跟复杂的人物关系一结合，就弄出了特别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其次呢，莲花楼着重体现了角色突破的重要性。演员王鹤润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演的华兰是那种温婉贤淑的形象，到了莲花楼呢，他就成功演了疯狂的角力桥。这对他自己来说是个挑战，也给整部剧加了新看点。这位演员角色变换的反差这么大，这就体现出他的多面性了，也给观众带来了惊喜呢。莲花楼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特点，还在传统武侠题材里加了新东西，让角色形象变得更立体、更复杂了。而且啊，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特点，这么细腻的刻画人物，给观众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看剧感受。最后，这部剧能成功，就表明观众特别渴望高质量的内容。这剧虽然男性角色占大头，但女性角色演得也好，也把观众的目光给吸引住了。像王鹤润演的角力桥，他性格复杂，演技又棒，观众对他印象可深了。我觉得吧，随着剧集不断往后播，王鹤润演的角力桥肯定会给咱们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呢。还有啊，莲花楼这部剧成功的那些经验呀，以后电视剧制作的时候肯定能拿来当很好的参考。